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。只有坚持实事求是，一切从实际出发，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发展。我们可以上大学了！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，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议。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。乡镇企业给中国农民打开了致富大门，但也给环境保护。杜绝假货，加以培植。感觉到快，才能跑赢。来，沈科长，来，哎呀，先请坐，沈科长。哎呀，不坐了，刘村长啊，你看我来都来了，你多少总得给我一点吧？沈科长，别着急啊，咱先喝口水，等一会儿咱一块儿出去吃顿饭，我再陪您喝2杯啊，也算是给您接风了。吃饭不忙，村长啊，我厂里一大堆子事儿，厂长还等着我的消息呢。您这来都来了，还能不吃饭吗？来，先喝口水。哦，谢谢，你坐。啊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这一路过来啊，到处催款，喝酒喝的我呀胃病都犯了。沈科长，这结款肯定不是问题，您放心，咱们是什么关系啊？那不结您的结谁的呀？是不是？今天这个账能结吗？沈科长，您也知道啊，我们小雷家呀，那是东宝书记一手抓的。他书记要是不签字儿，我这个村长我是1000块钱我也拿不出来呀。那叫书记去签字呀。这也实在是不巧，沈科长。怎么？东宝书记今天一大早刚到江北地区去讨一笔工程款了，他没在村里。他真没在吗？真没在。嫂子，骗您干嘛？这事你别管啊。师哥他怎么骗人呢？那也没办法呀，别人欠着咱们钱也没还，咱钱也没要回来呢。可是，没事儿，师儿哥呀有经验。师哥，咱我媳妇儿，东宝书记呀，老师，你出差回来了，太巧了，我还怕今天见不着你，那个事儿就办不成了呢。书记，咱那个工程款怎么样了？哪天钱能到账？到账了，咱好还给人水泥厂的款。让我，沈科长，你坐。我这么跟你说，我欠谁钱也不能欠你们的钱。当初我这预制品厂等米下锅的时候，省城里头我跑遍了，求爷爷告奶奶，什么都买不来，是你们帮了我一把，对吧？我这个人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书记哎呀，我这1个多月出差啊，就是挨家挨户的讨欠款，就属你能够说这样的硬话，所以我放心了。那这样，师哥中午的时候呢，请沈科长吃点好的。我呢得去趟县里头，我还有点事儿，不能陪你了。不用了。眼睛咋的了？迷了一下。书记我就是想问那个钱什么时候能打到？不瞒您说，好些人也欠着我们钱呢。这市电烟厂到现在还欠着我们盖楼的工程款呢。但是您放心，我已经派人去催款去了，这钱一拿来，一准还给您。行。那您坐着大卫有您坐着，媳妇儿，走吧。不饿，喝口水。今天非要去啊？那肯定得去啊，这多长时间了，必须去。东宝书记，办事去啊。上来呀，快上来。小宝，老叔，两口子这出门啊？对，去医院。去查查我肚子。你肚子里除了有地瓜干饭，你还能有啥呀？哎呀，倒是东宝媳妇的肚子该去查一查，是吧？给咱小雷家添丁进口。小宝，那通宝收购站的事儿，这样老胡总干了？没有，石根盯着呢，这不还有四宝在那看着吗？
说不老差的。对付老猢狲，世根和四宝吧都太年轻，是不是得想办法得找个老成一些的人管着才行啊？你说的有道理，我回头琢磨琢磨。东宝，那个东宝媳妇，哎，你也帮着东宝想一想，啊，他这个人呐，心眼太直了，帮着东宝想一想。没人了，走。下一位，就这屋。哎，小心点啊！这还有人呢，来，媳妇儿慢点，坐。哎，这位男同志，请出去等候。啊，没事儿，我媳妇儿，我就是陪她来的，她胆儿小。这是妇产科，男的得出去。你听医生话，你先出去等着我啊。那行，我先出去，一有结果你告诉我。医生，那就劳您费心了。我媳妇儿她没怀过孩子，她头一回怀孩子。哎呀，行。哎，我出去，你还害羞呢。我说你头一次陪着媳妇儿检查呀？好，慢一点啊。没经验，让人给你。雷东宝，我笔记本。哎呀，想陪着看看都不行。你说就是这计划生育啊，把这女人给搞金贵了。你要搁以前那10个8个的，哪个男人会陪着过来呀？这下午眼看就要生了，上午我正在地里干活呢。那我跟你可不一样，就算我媳妇儿生个10个8个的，那我也得陪着来。你这是怕老婆。你说你懂什么呀？男人心疼女人，那不丢人，对不对？媳妇儿，检查怎么样？有没有结果？在外面嚷嚷的是你爱人啊？啊，看着你倒文文静静的，你爱人的性格倒是蛮活泼的啊。他就这脾气，有什么话就得说出来，也憋不住。大嗓门好啊，全院都知道他心疼你啊。来做个检查吧。媳妇儿到底怀没怀上啊？啊，你问清楚没有啊？没问清楚，咱回去再问去。你倒说句话呀，怎么了？能不能别说话了？我一进诊室你就在外头闹腾，我本来准备了5、6个问题，一个都没问出来。什么问题？比如孕期保健，我就没问出来。啥是孕期保健啊？孕期，不是怀上了是吧？啊？你说呢？看，我就跟你说吧，当过兵的人他就不一样。怎么了？嗓门大？枪法不是，那个，都是我不好。走，咱回去问去，咱列个单子，把你要问的问题咱全都问了。行了吧，还回去问？有你这样的，谁还好意思回去啊？不是这种事你不问清楚怎么行啊？走，不问了，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去新华书店买几本书自学一下。那能行？哎，我开车走。萍萍，我琢磨着从今天开始你就别去队部上班了，你就在家安心养胎，好不好？我刚刚翻了翻上面，人家书上说了，不需要那么小心，只要不剧烈运动，别太劳神，就没事儿。这上面说的准吗？那可不行，那万一呢？哪有那么多万一啊？不是，这不是心疼你吗？这队部的账才刚刚捋顺，四眼还有好多地方不明白，我还得去跟他说道说道呢。还有你那边的事儿，我也不太放心。我怎么了？不是你放心，我绝对不打人。今天老书记跟你说的话，你听明白啥意思了吗？我明白，他不就是让我多盯着点老猢狲吗？你呀，就是粗心。人家老书记是想毛遂自荐，在村里的事情上发挥余热呢。随自荐是谁呀？老叔想他干啥？回头老史扒了他皮，我跟你说。你跟我打岔。毛遂自荐就是老书记想管着老猢狲吧，但又不好意思亲口说。你说这老叔，越老这心思越古怪，好好的话他非得绕着说。先回头我琢磨琢磨。咱回家吧。好不容易来一趟县城，咱都有孩子了，咱得好好庆祝庆祝，找个最大的饭店，咱好好吃一顿。我一提起鸡鸭鱼肉，
就有点犯恶心。那咱不吃，去看看电影。胸闷，不想看。那不看，那干点什么呢？你慢点儿，小心点，这有台阶。东宝，哎，咱俩也拍一张这样的照片，行吗？行，太好了。你说，咱俩结婚的时候都没来得及拍张照片，咱这回都给他补回来，拍他10张。拍那么多干啥？咱们现在有钱了。媳妇儿，你把头发散下来，我看。散下来。这样。好看。不好看，还是扎上吧。我给你弄，我给你弄，别动。过来。我是笨手笨脚的。扎上不？哎呀，你别动，别动，好不容易弄好的，看你又害臊了。这照片反正都是给我看的，我说好看就好看。不好看。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到这儿来。干嘛？你看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傻不傻？你再看这个，这多好看呢！再说我媳妇长得比他还好看，是吧？你还是把皮筋儿给我吧。你要。我给你找。媳妇儿，没找着啊，是不是在你兜里呢？我刚不给你了吗？你什么时候给我了？你看他不信，总怀疑我。你找。这里给你了。你看雷东宝，肯定是被你给藏起来了。你别动，我发照给你看，你别弄，你怕痒，有吗？你看这，有吗？都没有，衣服都皱了呢。好看头，好看。待会儿我们看这儿啊。好。你别看我，让你看那。1、2、3。哎呀！呀！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们再好好拍一张，再好好拍一张。我们来张正经的。1、2、3。上来了吧？书记，你坐了，都快掉家了。书记，不好了！书记，四眼，出大事了！不是，你慢慢说。我听县里说，徐书记他老婆跳楼了。跳楼了？啊！怎么可能呢？你听谁瞎说的？我跟那个县里的会计交流学习的时候，人家告诉我的，没错。东宝，出了这种事儿，你赶紧去县里看看吧。我先把你送回家去。不用，家就在那儿，我走着去就行。徐县长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别万一再出什么事儿，快去吧。书记，你快去吧，我送嫂子回去。你早送回去啊！哎，你慢着点儿。走了，走了。陈副县长，东宝，怎么有事啊？徐书记呢？我听说他家出事了。你听说了？这不刚开完会吗？坐车去市里了，市里有直达北京的火车，
他爱人早上火化，他是想把骨灰带回家。他老婆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爱人在北京一所学校工作，放假嘛，赶上探亲就来了，在阳台上晾被子。冬天的被子呢又重又沉，他没搁稳，这被子往下坠。他正好站在个凳子上，没用手去够，一不小心就跟着被子一块摔下去了，算是意外坠楼吧。不行，我还是得去见见老徐。我现在就去市里头，这我下午到的话，没准还能碰到他。哎，东某，啊，我派车送你去吧。哎呦，黄师傅，来，快来！哎呦，黄师傅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着急？我有好事儿跟你说。你说我女儿啊，新处了一个对象，哎呦，这回可真好，斯斯文文的，还戴个眼镜儿，听说是大学生。哎呀，好啊，那谁啊？小宋啊，听说是你的徒弟是吧？行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啊，放心吧。帮忙啊！宋玉环，下来！你找我啊？下来！你等一下啊！怎么了？干什么？你小子假仗义！我怎么了我？你跟张淑华他妈都说什么了？你是不是拿出你大学生的本事，发现你未来丈母娘了？我说什么呀你？还不承认？张淑华他妈看上你了，找黄师傅来做媒。什么跟什么呀？我那可什么都没说啊！怎么可能？你接着装，装你个头啊装！我现在哪有时间考虑这种问题？再说了，张淑华那种人小眼尖嘴巴尖，活脱脱一只小麻雀，谁会喜欢她呀？你什么眼光啊？张淑华多摩登啊，你都看不上？也只有你才会喜欢这种类型的女孩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女朋友就是漂亮，身材好，她是我的小麻雀，以后不许这么说她。好，别影响我工作。哎，下班去图书馆，我载你啊。载你的小麻雀去吧。醒醒，你别睡了。醒醒啊！别睡了，帮我想想办法。想什么办法？怎么了？就是张淑华她妈妈真的找我师傅去做媒了。我说不行，然后师傅说那是他老同事，怎么也让我去见见面。你真不想谈？我都说了，你小点声，这是图书馆。我有办法能让他妈死心，不过前提你得听我的。那好吧，只要别太过分，也别浪费我太多时间就行。哎呀，别扣那么紧，那就不像我了。敞开点，再把这个带上。哎，你看看，怎么样？要是张淑华她妈妈还是不死心怎么办？绝不可能了，他妈最讨厌我这种人。你就拿出我平时说话那状态跟他妈聊天，保证让他妈死心死难再叫一透彻。赶紧走，快！这行吗？这行吗？太行了，自信点啊！走，出发！快！
你别说，这招还挺管用的。怎么样啊？他妈见了我脸色都变了，还问我你平时怎么不这么穿？我只能说我平时要上班没机会打扮呀。可其实啊，我最爱追求摩登了。太好了，那后来呢？后来人家就走了呗。还说我老黄办事没准谱。老黄，回头我请你喝酒啊！行。哎，你说我好好一个徒弟，被你搞成什么样了？你看看。就是啊，别笑了。你要是真想跟人老张那女儿谈朋友啊，你就听我一句劝，你把自己呀收拾得正经一点嘛。大学，我觉得师傅说的没错，你呀平时就穿的朴素一点，再把你的长头发大鬓角剪了，张妈妈没准会同意你们俩谈恋爱的。那我不就成普通工人了？你头发剪了还可以长回来嘛。宋运辉，哎，我找你说点事儿。哦。来人了啊！是这样，最近厂子里整顿工作纪律，领导找我谈话了。找你谈什么话？你把这，哎呀，你听我是为你好啊。哎，师傅走了啊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再见，师傅。你违反纪律了？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就是我借你的这张借书证，图书馆的人查到了记录，厂领导说一人一证，不得外借他人。哎呀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。你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，这个还给你。好，不好意思啊，不知道最近厂子里查得这么严，给你添麻烦了。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小辉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以后想看什么资料，私下里告诉我，我跑去借来给你。好，好，谢谢你。就这样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再见。你这是干嘛？你个傻小子，没听出来你同学的话外音呢？什么话外音？水头要倒台，所有人现在忙站队呢。你同学来是怕沾上你身上的煤气，才把借书证要回去的。我跟图书馆的人那么熟，我怎么没听说整顿？没事，反正那个卡本来也是别人的，还给他也正常。哎，这个我征用了啊。要是成功了，我请你喝酒。你看，你穿的朴素一点，还真挺顺眼的。就是你这长头发，如果能剪掉的话，我要是张淑华她妈妈，一定把女儿嫁给你。借你吉言，你不晕呐？哎呦！小宋，小宋，哎，来，黄师傅，您找我？啊，我下班了，来看看你。啊，今天还有要维修的管线吗？还是有一些，外部观察都是配件老化问题，我想明天彻底检查一遍，再一起报修，到时候让师傅签字。行，
也让维修工段的师傅们喘口气儿嘛。对了，师傅，您看，我这一段液体的走向和这个零配件画的有问题吗？这你画的？啊。是不是哪儿画错了？我不是工科出身，绘画底子不行，总是不太熟练。不错不错，真不错，进步很大呀。真的吗？小宋啊，我进厂10几年了，你是我遇到的头一个在1个月里头就能搞清楚生产流程和工艺原理的新人。师傅，我还有很多设备部件和运行方式没有搞懂。咱们这么大的化工厂，就没有设备总图吗？主要设备的装备图纸啊，总厂图书馆的2楼资料室都有。咱们车间经过几次大修，维修图纸呢，在分厂的生技科也能找到，但是平常的一些小修小补的图纸啊，就很难凑齐了。小宋，你是想搞懂全车间设备运行的原理？我总觉得搞明白了这些，才算真正了解了一车间。行，不着急。那行，慢慢来，慢慢来啊。我就先回去了啊。黄师傅再见。宋运辉，正打算找你去呢，你还自己送上门来了啊？找我什么事啊？你报修报上瘾了是吧？一天几十张单子，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了？车间设备老化，跑冒滴漏的情况。金州厂戳这儿10几年了，也没见跑冒滴漏出什么大问题啊，就他妈你事儿多。你什么你呀你？哎我操！这他妈谁呀我操！哎，瞎是吗？兄弟，我你都不认识了啊？你这头发怎么剃成这样，跟个小毛似的？老子愿意，你给我笑！嘛呀，耳朵？宋运辉是我兄弟，找他茬干嘛？哥，他是你兄弟，我也是你兄弟啊。都是兄弟，那就更不该找茬了。大勋，是你兄弟宋运辉找的茬，这刚下车间几天呢，就送来几百张报修单，这不难为我吗？你们维修工段是干什么的？出了事儿不找你们找谁啊？找水头老飞修啊？耳朵，今儿给我个面子，回头我说他。行，我今儿听你的，给你这面子。好，回去吧。走。大巡变喽，都是那宋运辉给带的，看那头发剪的，喇叭裤也不穿，都成什么样了？啊，赶紧走！你还怕他们呀？怕他个屁！你没看我顶这么个傻头发丢不丢人？刚才可没看你那么害羞。刚才要不是你情况紧急，打死我都不会冲进来让他们笑话。没有人笑话你啊！你他妈现在就得笑话我！赶紧上车走！慢点！哎呀，本来我还说去维修工段矫正图纸的，你这一来，把我的正事全耽误了。下班了还操心，明儿我陪你去。明天还有明天的工作。你这个人就是死心眼儿，你自己个儿认真也就算了，还拉着别人一起，也难怪熊耳朵他们生你气。你出那么多报修单，谁受得了啊？其实集中维修一段时间，他们以后的工作会轻松很多。谁能想到以后啊？哎，你不回宿舍啊？回什么宿舍？今儿有大事要办。什么大事啊？我的终身大事。你要去见张淑华呀？对。你就穿这个衣服去，你不换身衣服啊？哎，瞧我这脑子，提醒的好啊！快走，回去。走啊！你先回去吧。快点啊！怎么样？样子不错。
就是眼神有点凶，戴个眼镜就好了。现在怎么样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有点晕。不错，温良恭俭，像个斯文败类。祝我成功，同志一切小心。回来了。咋了？看你这样，没成功啊？你说这爱情到底是什么呀？这个你可比我有经验。我失恋了，你能不能安慰安慰我？真没成啊？不过我看你跟张淑华她妈妈不是会晤的挺成功的吗？这张淑华他妈看见我这副模样倒是挺喜欢的，尤其听说我是被你这个流氓逼得留长头发、大鬓角、穿着喇叭裤，他当时就同意我跟张淑华见面了。你居然说我是流氓？你还有没有良知了？反正你已经没救了，你就牺牲你成全我，不是挺好的吗？那有没有成全上啊？你说这女的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这张淑华非说她喜欢我原来的长头发、大鬓角、喇叭裤的样子，说看我现在这样就心烦。哦，原来这小麻雀爱好挺独特。不行，我得喝点酒。哎，那你有没有跟他解释说你是为了骗他妈才改的发型啊？我跟他说了，给人说了，现在我就剩这个鬓角了，看着我就烦，多一眼都不想再看我。你陪我喝一口。我不喝。哎呀，你也别伤心了，过段时间等你头发长长了再约他呗。他说他现在看见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他这是以貌取人，完全不知道你对他的真心和付出。这么浅薄的姑娘，也没什么值得留恋。你是没尝过爱情的滋味啊，不知道我心里头有多苦闷。行了行了，天涯何处无芳草。行，你也别安慰我了，越安慰我越难受。不是你让我安慰的吗？好了好了，别喝了别喝了，睡吧。睡一觉起来，这事儿就不重要了。睡觉，睡了我就不难受。哎，哎，看见我出卖你的份上，送你的。这是什么呀？图书馆的钥匙。啊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他张淑华不喜欢我，那图书馆大姐都拿我当宝，弄个钥匙还不容易？谢谢你啊，大军。以后你就不用去车公段去查资料了。晚上看书用这个啊，别老拿这个大灯晃我，影响我睡觉。谢谢你。
玩了。哎，早。哎，小宋，那么早？今天早班吗？啊，不是。那你来那么早？昨天的报销单还没填完，还落下几个。哦，那你辛苦了。王师傅，今天我去核查东西管线，又找到几个损坏点，跟昨天整理出来的报销单整合了一下，你给签个字。走，这事儿咱先缓缓吧啊。怎么了，师傅？费厂长下个月要搞提高产能比赛，咱们车间是一份厂的领头羊，最近维修量太大，已经耽误生产了。刚才车间主任老米找过我，问一工段的产能为什么上不去，说如果这次竞赛要是输了的话，整顿办非借着这次机会收拾咱们一分厂的课。师傅，维修设备这事儿咱得辩证的看，维修也是技术改造的一部分。咱们车间不是正在鼓励大伙进行技术改造吗？我说宋宇辉，老黄可是咱们厂技术最好的师傅，他都说不用修了，你一个新来的，瞎坚持个什么呀？咱们一工段要是产量上不去，那大伙儿的奖金都会受到影响。宋明辉，听见了吗？还真不是我们维修工段偷懒不出力，我呀是为了咱分厂全局着想。哎，熊耳朵进步了，赶紧把他事儿报给老费，咱也挣个先进呀。你们别吵。师傅，你也别着急，我报修自然有我的道理。宋宇辉，看在大学面上呀，我劝你一句啊，现在啊是老费的天下，你的靠山老水头已经下台了，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。你这风头出的再大呀，也没人看得见。我报修不是为了出风头，不信你们可以跟我来。这个是液氮主管道5号阀门，你们自己看。这好好的吗？看什么呀？这个阀门有滴漏，每分钟12滴，你自己可以去数。不多呀。液氮是咱们车间最主要的生产材料，我测算了一下，光5号阀门每小时滴漏就接近5毫升，那每天是多少？每个月又是多少？而且像这样的损坏点，仅在东区就有几十处。如果能治理好这样的跑冒滴漏，既保证了安全生产，又能减少停车维修次数，那咱们车间最终的产量就可以增加近3/1000。3/1000，这听着也不算多呀。对呀，这哪儿到哪儿啊这？小宋，你的这个测算准吗？我是经过详细测量、认真推算，这个我可以打包票。修，哎，修，保证生产安全，减少停车维修，稳步进行。我们按每个月停车8次维修来算的，治理跑冒滴漏，就能减少停车维修的天数，这样我们的产量不就提高了吗？就是。对，那倒是。觉得说的有道理。1个月以后，如果产量上不去，你们再来找我。行，听你的吧。你这是市里最好的酥点，梅子糖和杏花糕，都是酸的，嫂子肯定爱吃。你买的？不是，是那个电线厂的袁大哥，他说你上次去就打听这个点心来的，这次就特意备好了，给你的。你这袁大哥请你喝的什么酒啊？啊，还有味儿呢？那个没有，没多喝，就是意思意思。钱呢？没要来。
开的花无声，盼着秋天的景色说过，前人栽下的希望的种子，后人来获。夏天的骄阳如火，泛起层层波，陶依旧热，推开一扇窗，让风轻扬过，如春来过。冬天的风雪掠过，给秋天带来丰收的歌。何时下的雨，何时停的风，